主配之争的答案来了，他们如何重塑主角感？从一次改名开始的剧了。在娱乐圈，名字从来不是简单的称呼，而是公众叙事的起点。肖战在社交平台上将认证名称回归为干净利落的肖战，短短数小时便引发热议。有人说是仪式感，有人说是宣告新阶段，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，他用最简约的符号，重申最核心的身份与态度，把注意力全部拉回到演员本人和作品质量。这不是一时兴起的修饰，而是向未来自我管理的第一步。改名像把窗帘拉开，光照进来，人也清晰了。简介取舍，职业版图的再绘制。几乎在同时，肖战对个人简介中的代表作品做了精简，淡出那些并非主角，并不构成其职业名片的经历，凸显真正奠定口碑与气质的角色。此举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让叙事重心回到能证明实力的节点，让每一个被留下的名字都是我是谁的证据。这种取舍展现了职业自觉，当身份清晰、节奏稳定、边界明确，向外释放的信号才不会被噪音淹没。聚光灯的反射，为何王一博也被推到前台？意外却又必然，肖战回归本名后，讨论并未只停留在他，王一博也再度成为焦点。两人曾在同一时刻被大众看见，这一共同记忆至今仍具牵引力。当一个人的叙事被刷新，另一个人自然被拿来对照。粉丝解读各有侧重，有人看见并肩的过往，有人看见分叉后的不同，而更多人看见各自路径上的独立与成熟。聚光灯并非争抢，而是反射，当一边的镜面被擦亮，另一边也会亮起来。呼应的错觉与真实。不少人敏锐捕捉到，王一博在此前也曾主动弱化非主角经历，强调那些真正代表突破的角色。看似呼应，实则是职业规律驱动下的同向选择。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，演员必须完成从参与者到定义者的跃迁，不再让作品选择自己，而是用选择反过来塑造作品集合，不再用数量证明忙碌，而是用质量写出稳定曲线。主角与配角位置不是高低，关键在匹配。主角与配角并非价值高低，而是与当前能力气质目标的匹配问题。对演员而言，最难的是承认此刻的我更适合什么。选对位置，胜过拼命取悦；守住边界，胜过无差别冲锋。去掉暂不匹配的经历，是为后来真正属于你的角色让路。舞台从不缺位置，缺的是恰到好处的出现。肖战与王一博的共同点，正在于这种对恰到好处的敏感与坚持。2019的交汇与此后的分化。自2019年以来，两人的职业轨迹逐步分化，有人以多线并行的高强度输出持续强化存在感，有人以放慢外显节奏的方式在更广的生活领域汲取能量。分化并非疏离，而是不同成长模型下的自然结果。一个选择在光里快跑，一个选择在暗处蓄力，一个追求高频对话，一个偏爱低频但深刻。同一个起点，决定了他们会共享观众，不同的路径决定了他们会拥有各自的受众。慢节奏的自由，王一博的另一种追光。王一博近年把更多时间留给运动与兴趣，滑板、机车、骑行，这些都是真实生活的质感来源。当演戏从唯一主业转变为热爱与选择的结合，舞台的意义也在变化。有人担忧热度，有人质疑频率，但在以年为单位的职业航程里，节奏的调整常常是为了下一次加速。慢是一种自信，停是一种判断，回头看是为了看清来时路与下一段海域。在巅峰的底层逻辑，肖战的复利效应。与之对应，肖战凭借高完成度角色与稳定的公开表现，形成了复利式的热度与信任。一句我就是命不该绝，之所以能穿透社交媒体的回声壁，不只是因为台词燃，而是因为人物演员观众的三项共振。你在角色里看见与自己相似的困境，在演员的成长里看见可复制的纪律。所谓未播先热，不是幸运，是长期主义在舆论场的可见化。6年沉淀，差距从来不是一夜之间。6年足够拉开距离，也足够解释距离。努力有惯性，口碑有粘性，信任有滞后效应。
当一个人持续在作品中兑现承诺，另一人持续在生活里锤炼自我，差距与差异就会同步发生。前者更像稳定输出的长坡厚雪，后者更像周期式爆发的潮汐能量。不同的物理学，彼此都成立，关键看你选择哪一本自然法则去生活。关系的物理学，同频共振与轨道漂移。人际关系有一个朴素定律，频率相近者同路，时间足够长后，轨道必定漂移。职业节奏、价值关注、生活半径的每一次微调，都会改变相处方式的成本。并肩是某一阶段的最佳解，各自为营是新阶段的最优解。把淡出理解为结束，是对成长的误会。真正成熟的关系是彼此给予空间，也保留重逢的可能。如何抵抗标签，从被定义到自定义？大众叙事中难免有组合对照、比较排名的惯性，但职业成长必须从被标签化走向自我定义。自定义需要3件事：明确的职业主题、可验证的作品证据、稳定的公众形象。当这3者形成闭环，外界的噪声自然变小。与其花力气否认过去，不如用更强的现在覆盖它；与其回应所有声音，不如让作品成为最响的回答。职业策略的3问法。面对每一次邀请或机会，不妨问自己3句：1. 这是否强化了我的代表性？2. 它是否把我朝下一阶段推进一步？3. 如果我拒绝，是否会打破我的长期节奏？当这3问得到一致的答案，取舍就会变得从容。肖战删繁就简，王一博稳中求变，背后都能看见这套自洽的计算。快与慢的辩证关系。快带来曝光，慢沉淀能力。快是对外的显性曲线，慢是对内的隐性曲线。真正可持续的职业曲线，往往是快慢交替的波形结构，发布沉淀，再发布，再沉淀。谁能把握住自己的时间长数，谁就能定义自己的节奏，而不是被节奏定义。把慢当成失败，是功利；把快当成全部，是短视。粉丝的角色进化，从追随到共创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粉丝不再只是观看者，而是共创者。他们参与讨论，整理物料，倡导理性，抵制恶意，甚至贡献2次解读的价值。理性的支持不是只说好听的，而是帮助偶像成为更好的职业个体。当粉丝从流量的制造者变成口碑的守门人，公众生态会更健康，作品也会更干净。年轻演员的第2曲线。第1曲线是被看见，第2曲线是被认可。前者靠机遇，后者靠功力。拓展舞台形态，增加角色密度，升级体能与台词控制力，这些看不见的努力，恰恰是第2曲线的关键变量。把路走宽，未来的关口就不会只剩红与不红，而是能否把复杂角色做扎实，能否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信你。面对不确定，建立你的增长飞轮。可复制的增长来自飞轮，明确目标，系统训练，作品验证，复盘迭代，再训练。每一环都不炫目，却最有效。把每一次拍摄当成能力测验，把每一次公开露面当成信任建设，把每一次舆论波动当成情绪肌肉训练。当飞轮转起来，热点是意外之喜，口碑是时间的礼物。大众情绪的共感密码。一句话为何能引发全网共鸣？因为它触碰了每个人对命运抗争不放弃的共识。观众在角色的绝境里找到了自己的困境，在演员的突破里看见了自己的出口。好的角色不是完美的人，而是真实的人；好的演员不是永远正确，而是真诚的成长。当表演与人生互相照亮，讨论就会越过圈层，抵达更广大的普通人。不被比较绑架，你的路只需要与你的脚步合拍。比较是娱乐产业的常态，但不该成为个体的枷锁。对演员如此，对我们每个普通人亦然。学会向内比较，今天是否比昨天更从容？我的决定是否更贴近本心？我是否在自己的节奏里？当内在指标建立起来，外界的起落就不再决定你的情绪。你会发现，与其追逐更红，不如追求更稳、更真。通向未来，分离、交汇与再相逢。它们像2条开始同向，后来分叉的河流，一条奔涌向前，一条深潜蓄势。会不会再交汇？
没人能给时间设定答案。但当各自的航道都足够清澈，哪怕只是一次短暂相逢，也会是更成熟的互相成全。真正的关系不靠捆绑，靠彼此成长；真正的舞台不靠怀旧，靠持续的好作品与好状态。写给正在路上的你，如果你正在为选择焦虑，记住可持续比短期爽感重要；如果你正在为关系变化不安，记住同频不是永恒，允许你和伙伴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风景；如果你正在为节奏纠结，记住慢有慢的胜算，快有快的边界。肖战的清醒与坚持，王一博的洒脱与自由，都是力量。选择与你的内心对齐，你就不会输给时间。实践清单，把启发变为行动。给自己一次改名式整理，不是换称谓，而是清点标签，删去不再定义你的词，保留真正代表你的能力与价值。做一份代表作清单，挑出最能证明你的3件事，用案例讲述你是谁。设立节奏仪表盘，在日历上标注输出沉淀再输出，避免无休止劳作或无期限观望。练情绪肌肉，面对讨论与误读，先做事实复盘，再做情绪复位，最后再决定是否回应。与同频者共事，当频率发生变化，学会优雅的转身，把资源让给更合适的合作。尾声，把目光放长，把脚步放稳。6年很长，长到足以让并肩变分路；6年也很短，短到每一次真诚的选择都会被看见。愿你在喧嚣里守住边界，在沉默中积累火光；愿你在舞台上被看见，也在日常里被生活眷顾。等你回望，会发现那些当下看似微小的决定，构成了你最了不起的自传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这篇文章也触动了你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。你更认同哪一种节奏？持续输出，还是蓄力再发？面对关系的变化，你学会了怎样与自己和解？在选择快与慢时，你会如何为自己设定时间表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并你最想一起讨论的朋友。你的每一次互动，都是对理性讨论与优质创作的珍贵支持。谢谢你。